在妖兽横行的高武世界，我短短20年便修成了人人敬仰的宗师强者。可谁知，一个来自星空深处的苦风一巴掌就拍碎了我的丹田。老你就是老你。喂，愣着干什么？这边的是尸兽体液还没擦干净。来了，梁少，马上就好。老苏啊，今晚我和几个哥们有约了，夜班巡逻你替我顶了。反正你也是老光棍一个，回去也没事干，多赚点加班费给你那废物儿子买药吃。是，能为梁少办事是我的荣幸。您放心去玩，这段城墙我守着，保证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钻你识相，好好干。在这个世道，没实力就得认命。认命？呵，不想了，想再躲也回不去。苏武重新拿起抹布，现在他只是一个为了5斗米折腰的父亲。婉儿，我们的儿子长大了，小雨很争气，比我当年强。只要小雨能考上重点武大，将来哪怕成不了宗师，混个先天境，也能在这个世道挺直腰杆做人了。小雨还没睡啊？是不是？一个少年站在门口，那张原本清秀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。怎么回事？又是因为那件事？爸，我不疼，借错而已。苏雨避开了父亲的目光，但他颤抖的手指出卖了他。是因为5科高考报名费的事吗？苏雨猛地抬起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随即咬了咬牙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。爸，我不考5科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考了，那个名额本来就是我的，是那个王太，他家里有钱，给了教导主任10万块，就把我的保送名额顶替了。他还带人堵我，说如果我敢去报名，就打断我的腿，还要找人来弄丢你的工作。少年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，他攥紧拳头，指甲刺破了掌心。爸，那个王太的舅舅是城防军的副统领，我们惹不起的，而且报名费要5万块，我知道家里没钱了，我不上了，明天我就去工地办证。我是肉身境圆满，力气大，1个月能赚不少。苏武的手停在半空中，微微颤抖着，这是他18年来第一次打儿子。胡闹！老子让你读书练武，不是让你去搬砖的，钱的事不用你操心，哪怕是卖血卖肾，老子也供得起你。至于王太……苏武看着儿子那张受伤的脸，那股怒意最终化作了无尽的悲凉。我会去想办法，你只管练你的武，天塌下来有爹顶着。苏武仿佛瞬间苍老了10岁，他没有再看儿子，转身走进了狭窄的卧室。婉儿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小雨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子嗣苏雨情绪波动剧烈，富平子贵系统激活成功。当前子嗣境界肉身境大圆满，根据富平子贵规则，宿主境界将始终高出子嗣4个大境界，宿主境界提升至大宗师大圆满。这是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热从他那早已干枯破碎的丹田中爆发了。那颗破碎了18年的丹田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组、愈合、扩张，并在瞬间化作了一片金色的气海。这真的不是吗？苏武抬起手，风气在掌心被瞬间捏爆。金手指，哈哈哈！老子的金手指，40年啊，穿越40年。被废18年，在城墙上像条狗一样被人呼来喝去，为了几千块钱给儿子买药点头哈腰，没想到老天爷终于开了眼，大宗师那是屹立在宗师之上的存在啊！肉身抗导弹，一人便可镇守一座小型基地室，而且这系统的判定太霸道了，儿子是肉身境，我直接加4级变成了大宗师，那如果儿子突破到了气血境，老子直接原地飞升。苏武咽了口唾沫，突然觉得望子成龙这个词在这一刻具象化。这哪里是养儿子，这分明是养了一个超级经验包啊！此时隔壁房间里，苏雨正一遍遍挥舞着最基础的莽牛拳。王太，我不服，为了爸，为了报名费，我一定要变强，我就不信我打不过你。王太是吧？城防军副统领是吧？以前我唯唯诺诺，是因为我真的只有一条烂命，还要留着养儿子。既然有人想打断我儿子的腿，那我就先碾碎他的骨头。苏武，昨晚凶兽潜入，贵族遇害，而你正是昨晚的代班人员。昨晚我虽然让老苏帮我顶一回，但肯定是他故意放凶兽进来，想要陷害我，想报复我平时对他的严格要求。你这个卑微的平民，你是想让我死是吧？老子先废了你！就在手掌即将触碰到苏武的瞬间，一股劲气从苏武周身荡漾开来。你敢还手？苏武，你这是打算抗拒调查？如果你现在乖乖认罪，说是你一时疏忽导致凶兽潜入，或许我还能看在老员工的份上保你一条命，否则如何？否则你那个上学的儿子苏雨可能就没法顺利参加5科高考。梁队长，我劝你把刚才那句话吞回去。苏武跨出一步，原本平静的办公室突然狂风大作。梁建明只觉得像是被一头元巨兽盯上。你到底是谁？梁队长，不好了，内城纠察组的人已经到门口，他们说要带走昨晚负责 F 区巡逻的所有直接责任人，尤其是带队的梁吉。梁建明看了一眼烂泥般的侄子，又看了一眼面前深不可测的苏武。只要让苏武认罪，那么我的侄子就能撇清干系。苏武，既然你想辞职，我可以签，但你得去纠察组那里把这件事扛下来，我给你一笔你这辈子都挣不到的钱，足够你儿子去外面大基地的武大报道。呵，看来这些年的底层生活真的让你们产生了一种错觉。这种烂透了的城防局确实没有留下去的必要了。至于你们所谓的纠察，所谓的替罪羊，谁敢拦我，我就杀谁。至于你敢这么做，
希望你那位统领上司能保得住你这颗狗头。狂妄！就算你是隐藏的高手又如何？这苍兰氏姓王，不姓苏，我一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喂，统领大人吗？队长，这个苏武不对劲。根据资料，苏武曾是宗师，18年前被外星强者一掌拍碎丹田，经脉尽毁，他应该只有肉身境才对。但我以先天境巅峰的实力去窥探，竟然感觉像是在俯瞰深渊。蠢，还是动手。上面下了死命令，梁建民举报他勾结星魔教，且昨晚凶兽潜入案与他有直接干系。若是让他走脱，咱们没法交代。继续跟，找个没人的地方。跟了3条街了，不累吗？都出来晒晒太阳吧。苏武，我很好奇，既然你丹田已废，为何刚才在城防局能震退两起？除了修炼星魔教那种燃命献祭的写法，我想不出第二种可能。呵，星魔教那种出卖灵魂换取力量的杂耍，还不配入我的眼。倒是你们，梁建民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，这脑子长着是用来凑身高的吗？狂妄，一起上，拿下他！停手！如果苏武真的是星魔教的邪徒，以对方刚才展现出的速度，我们这几个人的脖子早就被拧断了。阁下到底是什么境界？我是什么境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证据这种东西不是靠嘴边的。梁建民想拿我当替罪羊，你们也想当他手里的刀，还是说你们背后的那位已经膨胀到可以随意在基地室里抹杀一人了？这几句话如惊雷挂，让韩风等人冷汗湿透了后背。别跟着了，回去告诉你们那位，有时间我会登门拜访。我是学校里最有天赋的武者，本应该是重点保护目标，可我却被同学随意殴打。当老师知道后，不仅不帮我，反而质问为什么拿脸去打同学的手。我回去就让我舅舅给你那个废物父亲发辞退令，还要把他在档案里挂上失职罪，让他下半辈子在监狱里蹲着。辞退监狱这2个词像毒针一样，狠狠刺入了苏雨紧绷的神经。那是为了养活他，在城墙下卑微了18年的父亲。不准动我爸！苏雨的气息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攀升，直接越过了肉身境的壁垒。气血境，这不可能！我说过不准动我爸！苏雨跨出半步，一记最基础的蟒牛拳猛然轰出。王泰像一颗被击飞的炮弹，撞在远处的加厚墙壁上。此时教导主任赶过来，他看着地上的王泰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你竟然敢在学校里行凶伤人！你知不知道王泰是什么身份？你这是把天捅破了，你闯大祸了！话音刚落，一对中年男女带着杀气闯了进来。泰儿，是谁干的？王先生，就是这个贫民窟出来的。他刚才不知道吃了什么禁药，突然发疯袭击了王泰少爷，我们拦都拦不住啊！好，很好。一股气血境的强悍气场瞬间爆开，压得周围的学生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在这苍兰市，还没人敢把我王恒的儿子打成这样，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给我跪下！王恒右爪直扣苏雨的咽喉，苏雨没有选择格挡，他整个人几乎贴着地面滑行，接着一掌轰在了王恒的小腹上。这怎么可能？明明只是个刚突破的小子，怎么可能伤到我？老子杀了你！就在这时，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威压如同万座大山同时砸下，除了苏雨之外，在场的所有人此刻双膝一软，整齐划一的跪伏在地，踏空而行。苍南基地是什么时候有了武王？由于儿子苏雨刚刚突破到气血境，所以苏武自动到达武王境界。敢动我儿子，你们真的很有种！不，前辈，误会，这是误会。我不知道他是您的公子，如果知道，借我1万个胆子我也不敢啊！我是王家的人，我舅哥是城防副统领，求您看在。苏武抬起右脚缓缓落下，没有任何花哨的招式，而王恒的身体突然抽搐了2下，便彻底不动了。你杀了他！你竟然杀了他！你别过来！我的亲哥哥是王猛，是城防军副统领，你杀了王家的人，我哥哥不会放过你的，城主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城防军副统领很了不起吗？你仗着你哥哥的势力，纵容你儿子在学校霸凌同学，为非作歹，今日便是你们的报应。苏武缓缓抬起右手，金色的气血之力开始疯狂凝聚。不要！住手！混账东西！不管你是谁，敢在学校公然行凶，残杀贵族，你这是在挑衅整个苍兰市的律法，立刻跪下束手就擒，否则……律法？你们欺负我儿子的时候，律法在哪？你们顶替名额的时候，律法在哪？现在跟我讲律法？王猛只觉得眼前一花，那原本还在10米开外的男人，竟然瞬间贴到了他的鼻尖前。你是？下辈子记得管好你的家人。这位在苍兰权势滔天，掌管着无数人生死的副统领，此刻却倒下了。苏武缓缓转身，看向早已吓得失尽昏迷的王母，眼中杀意未减。前辈，还请高抬贵手。苍兰城的最高掌权者潘洪是站在云端俯瞰众生的人物，但此刻这位老人的额头上却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。鄙人苍兰基地城主潘洪，前辈，今日之事我也略知一二，实乃误会一场。这王家之人平日里仗着些许军功与势力，确实有些骄纵跋扈，
我身为城主，忙于城防事务，对属下家族监管不力，亦有责任。但如今首恶王恒、王猛已伏诛，他们已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剩下这副如雨学生，罪不至死。还望前辈能够看在老朽的薄面上息怒。好一个误会，好一个监管不力，好一个罪不至死。潘红，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刚才王恒要杀我儿子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若是今日死的是我父子二人，你会站出来说这是误会吗？恐怕你只会说我们是乱民，死有余辜吧。潘红脸色惨白，却哑口无言。既然你们制定了这样的规则，那就别怪我不守规矩。如今我只是杀了几个杀人未遂的凶手，你们一个个跳梁小丑就纷纷跳出来跟我讲道理、讲仁慈，呵呵，晚了。火上有老下有小，求求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看着这一幕，城主潘红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。前辈，且慢，我并非要阻拦您复仇，只是这王家不简单啊！听说家族中有老祖在军部任职高层，甚至与某些战神级强者有救。如今王恒、王猛身死，王家必然震怒。若您今日再将这孤儿寡母赶尽杀绝，那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，到时候恐怕会引来更恐怖的强者，甚至联邦的通缉。潘红顿了顿，看了一眼苏武的脸色。前辈您神功盖世，自然不惧，但令郎呢？他还年轻，若是从此只能过上东躲西藏、亡命天涯的日子，连正规的武科大学都上不了，这难道是前辈希望看到的吗？这潘红也是个狗仗人势的家伙，动了我儿子，人我肯定要杀，倒不如再敲诈这个家伙一波，拿联邦压我，拿王家压我。潘红，你以为我会怕？但想让我放过这几条狗命，可以。既然你说要保他们，无非是怕王家主卖怪罪到你身上，影响你的政绩和乌纱帽。既然是为了你的官位，那你是不是该替他们出点血？1亿联邦币，加上 A 区核心地段的独栋庄园一套，另外外加3支 B 级气血液和1本高阶的武技。1亿联邦币足够富贵人家在苍蓝基地市挥霍几辈子。B 级气血液在苍蓝基地可以说是有价无市，高阶武技更是只有大家族核心弟子才能修炼的秘籍。只有这些，再加上这2号武道士的维修费，全免。苏雨同学的5科保送名额，我亲自特批。行吧，保送名额就不必了。我的儿子凭自己一样可以上最好的武大，这次就留你们一条狗命。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这种势利小人不配为人师表，废你修为，滚出教育界。随后一股威压降临到王太母子身上，直接两人压死了。潘红，人我杀了，你的承诺我也要了。走，儿子，回家，咱们爷俩今天好好喝一杯。爸，你怎么突然就成武王了？我记得你年轻的时候也只是宗室啊，而且这10几年你的伤……其实你爹我这10几年一直没有放弃过。我在城墙下擦血，在工地上搬砖，看似是苟活，实则是红尘炼心。我一直在等一个契机，一个厚积薄发的契机。也许是今天你的表现让我的心境圆满，10几年的枷锁碎了。雨儿，好好修炼，等你到了武王境，我们就去星空深处。去星空？去干什么？去把你妈接回家。好，我们把妈接回家。爸，我总觉得我的状态怪怪的，我感觉体内像是有个漩涡，周围的空气都在往我身体里钻。你坐好，凝神静气，不要抵抗。苏武心念一动，一缕武王级气血顺着苏雨的经脉缓缓流入。内视之下，苏雨体内的景象清晰地展现在苏武脑海中。经脉宽阔，骨骼隐隐泛着玉色，这小子的底子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厚？检测到子嗣苏雨成功觉醒隐藏体质混沌体，根据规则，宿主获得进阶版的至尊混沌体。在这一刻，苏武体内的气血竟然瞬间坍塌，转化成了混沌气血。爸，你没事吧？雨儿，你觉醒了一种极其罕见的特殊体质，这种体质能让你拥有远超常人的气血浓度，还能在战斗中吸收敌人的气血，恢复自身。特殊体质吸人力量，那岂不是说我是万中无一的绝世天才？可以这么说，只要你肯努力，未来的成就不可限量。既然我是绝世天才，那我决定3年之内我要超越你，我要成为比武王还要厉害的强者。到时候换我来保护你，我带你去星空把妈妈接回来。超越我？你没往前走一步，我就自动往前走4步，顺便还把路给你铺成了高速公路。这辈子你想超越我，恐怕唯一的办法就是等爹老子动不了了。发现儿子是混沌后，苏武圈养了一批凶兽在后山。这些都是爸你抓来的？没错，从今天起，他们就是你的陪练。这些凶兽任何一只放出去都能引起恐慌，结果在老爹嘴里成了陪练。这是1级初期的铁甲豪猪，对应人类的气血境初期，而你现在是气血境中期，按理说你可以碾压它。去吧，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话音刚落，苏武手中寒光一闪，直接斩断了豪猪身上的锁链。铁甲豪猪带着无可匹敌的冲击力，径直朝着苏雨撞了过来。这么快？接到！苏武随手一抛，一把未开刃的合金长刀飞了过来。苏雨慌忙架起长刀格挡，一股巨力顺着刀柄传来，
苏雨整个人后退7步才勉强站稳。这就是实战，明明我的气血只比这头畜生高，但在刚才的交锋中，我竟然完全被压着打。那豪猪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，再次咆哮着冲来。苏雨只能凭借着本能的反应，一次次狼狈的闪避，偶尔砍中豪猪1、2刀，也只是砍在那坚硬的黑铁尖刺上，溅起一串火花，根本破不了防。太僵硬了，你在学校学的都是死套路，凶兽会等你摆好架势再攻吗？你的气血镜中期是摆什么？苏雨，混沌体不是让你用来当肉盾的，尝试在接触的瞬间把他的气血吃掉。面对凶兽的死亡冲撞，少年强行运转丹田，在獠牙即将触碰的瞬间，他伸出左手按在了豪猪的侧腹上。混沌体发动，原本气势汹汹的铁甲豪猪突然发出了一声惊恐的怪叫。就是现在，苏雨将刚刚掠夺来的气势疯狂灌注进刀身之中。后空刀第一式断流，给我开！这就是真正的实战。还行，悟性不错，最后那一刀借力打力，有点样子了。爸，这个混沌体太变态了，刚才我感觉他不是在撞我，而是在给我送补给，他越用力，我就越强。那是自然，休息10分钟，把气血理顺了，下一场2只疾风狼一起上。与此同时，城主府里，作为苍兰氏的最高掌权者潘红，此刻正如同一个犯了错的小学生，战战兢兢地站在办公桌旁。特派员阁下，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潘红将那天在第一中学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一遍。武王有点意思，没想到这个鸟不拉屎的苍兰小基地，竟然还藏着一条潜龙。但打狗也要看主人，苏武不该当众羞辱王家，不该无视王家的威严。江南王家的脸面，若是被一个乡下武王踩在脚底下而无动于衷，那王家还怎么统领江南数亿子民？王家老祖虽然闭关未出，但他老人家传下话来，苍兰基地不需要武王，尤其是不听话的武王。前辈，快去救你儿子！那个江南来的特派员柳云，那个疯子，他去劫杀苏雨了。柳云，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作为城主，他本该配合特派员行动，但他也是个有底线的人，更何况他深知苏武的可怕。既然来了，就出来吧。呵呵，感知倒是敏锐，不愧是那个人的儿子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爹叫苏武，而我最讨厌姓苏的人。20年前，江南主城天才战，你父亲苏武也是在这个年纪，也是这般意气风发。原来是父亲当年的仇人。当年苏武以气血境大圆满败我，今天我就用同样的境界杀你。我要证明我柳云同阶无敌。小子，拔刀吧，让你死个明白。苏雨握紧了手中的战刀，体内的混沌漩涡开始疯狂旋转。如果是武王，我必死无疑；但如果是同阶，我还有希望。密集的晶体交鸣声响彻林间，仅仅10个回合，苏雨已经变成了血人。怎么，这就不行了？看来你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强。柳云的软剑直取苏雨咽喉，苏雨面对那必杀的一剑，他主动用左肩迎了上去。抓到你了！一股恐怖的吸力从苏雨掌心爆发，柳云体内的气血向着苏雨狂涌而去。牦牛锏，撼山。这一拳带着苏雨全部的动。就算是武王压了境界，照样挨揍。好，很好。若我真的只是气血境，今日说不定真的栽在你手里了。没想到苏武那个废物，竟然生出了你这种怪胎。那种吸取气血的能力，是魔功吧？不过游戏结束了，我承认你是个天才，但天才往往死得最早。话音未落，柳云身上的气息突然变得狂暴起。难道真的要死在这了吗？不，我还要去星空把妈妈接回来。我的武道之路才刚刚开始，给我开！在这生死的极限压迫下，苏雨体内的枷锁被打破了，一股气血之力从他丹田深处涌出。叮，检测到子嗣苏雨临阵突破，晋升先天境初期，宿主境界同步中。恭喜宿主打破人体极限，晋升武皇境初期。柳云眼中杀意暴涨，体内气血狂涌。给我去死！一声夹杂着无尽威严的怒吼轰然炸响，只见高空之上，一道熟悉的身影正踏空而来。动我儿子！武皇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是武皇？柳云，20年没见，你还是这么让人恶心。本来还想留你多活几天，让你看看我儿子的风采，但你千不该万不该，动了杀心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下地狱去忏悔吧。雨儿，没事吧？一股精纯至极的武皇气血渡入苏雨体内，修复着他受损的经脉。爸，我没事，而且我好像突破先天了。傻小子，爸给你报仇！柳云竟然敢动你，我必杀他9族！男人仅仅是一个眼神，便秒杀了一头武王巅峰的雷云虎。他刚想上前收拾妖丹，却发现一股恐怖气血朝他袭来。人类，你竟敢杀我的小弟，我要吃了你！小兽化作一道白色的闪电，直扑苏武的面门。好快，这还是单纯的肉身速度。小兽一击不中，再次发起了狂风暴雨般的攻击，每一次攻击都蕴含着足以开山裂石的恐怖怪力。几分钟后，苏武依然双手负后，
而那只小兽却已经在地上累得呼哧带喘。打完了，既然你没招了，那就轮到我了。苏武的五黄气血瞬间爆发，凝聚成一只大手印，朝着小兽狠狠抓去。完了完了，要死了！大侠饶命，我投降！苏武伸出一根手指，指尖凝聚出一滴金色精血，上面缭绕着五黄级的精神烙印。想要活命，就签了这个，签了它，你的生死就在我一念之间。如果你敢有二心，不仅你会死，你的灵魂也会湮灭。小兽在那滴精血上舔了一下，一道古老的符文在一人一兽的额头上闪起。从今天起，你就跟着我混了。既然你这么白，又是个球，就叫你小白吧。自从灭了柳云后，苏武发现城外的妖气突然扩大了几圈，便独自一人前往查看。于是就有开头的一幕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苏雨盘膝坐在院子里，而小白则躺在他怀里。苏雨运转功法，疯狂从小白身上抽取逸散的气血之力。苏武在一旁看着这互惠互利的一人一兽，嘴角疯狂抽搐。这哪里是修炼，这分明就是两个挂壁在互相刷 bug。小白是个无线充电宝，儿子是个超级快充头，这俩货凑在一起，升级速度简直不讲道理。第3天，苏雨突破先天境大圆满。第7天，一股强横无比的气息从苏雨体内爆发。爸，我成宗师了，我真的成宗师了！丁，检测到子嗣苏雨在短时间内连续突破晋升宗师境初期，宿主获得反馈晋升武圣境初期。武圣境，寿元500载，肉身不朽，甚至可以肉身横渡外太空。18岁的宗师确实是妖孽，但你爹我可是武圣，明天就是武道高考了。女儿，这次武考尽力就行，自身安全为重。我已经通过一些特殊渠道打听清楚了，今年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外来考生聚集苍兰基地，是因为苍兰附近新建了几个星际跳跃点的卫星城，这些考生大部分来自火星。数百年前，地球资源枯竭，一部分掌握了科技和财富的达官贵人举族迁徙到了火星，建立了更加高等的文明圈。记住，上了考场，不管他是火星的还是水星的，敢对你呲牙，就给我往死里打。放心吧，爸，管他是哪来的，只要敢惹我，我就让他们知道厉害。武考当天，10几艘宇宙飞船如同钢铁巨兽般悬停在学校上空。飞船降落后，一群身穿作战服的年轻人鱼贯而出，他们站在舱门口，用一种看动物园猴子的眼神扫视着周围的地球人。这就是地球吗？空气里的尘埃真多，呛得我嗓子疼。没办法，忍忍吧，谁让家里的老头子非要让我来这拿个省状元呢？不过看这群歪瓜裂枣，哪怕是那几个所谓的天才，也不过才先天境初期，真没劲。这群人大约有50个，其中竟然有接近1/3的人身上的气息波动达到了宗师境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传来一声轰鸣，一艘豪华飞船缓缓降落，周围还有4架无人战斗机护航。舱门打开后，一老一少2道身影缓缓走出。真搞不懂父亲非要我来这鸟不拉屎的苍兰基地，以我的天赋，就算在火星也能轻松考上好大学，何必来跟这群泥腿子抢食？少爷，老爷的安排自有他的道理。地球虽然没落，但毕竟是人类组的，藏着不少大机缘。而且这次第一新区的联邦高层似乎有意在地球选拔种子，这里的关注度并不比火星低。行吧行吧，我知道了，赶紧考完赶紧走。李博笑了笑，随后一股无形的精神风暴以他为中心，瞬间扫过全场。他的目光定格在了人群边缘，那个肩膀上趴着一只白猫的苏武身上，而苏武也抬起了头。隔着数百米的人海，在两人的精神世界里，仿佛有2座高山狠狠地撞在了一起。武圣，这小小的苍兰基地，这种偏远到连地图都要放大好几倍才能找到的地方，怎么可能藏着一尊武圣？而且对方的气息深邃如海，竟然让我这个老牌武圣都感到了一丝心悸。少爷，这次考试切记收敛几分傲气，这地方不简单。武圣嘛，火星来的老家伙，实力倒是不错，可惜气血衰败，也就是个初阶武圣。呵呵，希望你们别惹我儿子，不然我会让你有来无回。